故事是个很有意思的说法 Bronya Zaitek。 毕竟人类最伟大的力量就是叙事。这个声音，普罗米修斯。你可以用那个名字来称呼我，虽然有些难以置信，但如果你想了解羽兔的弱点，那么听我讲完刚才的话题会更加有利。那么 Bronya 只额外打听一个问题，你们的世界炮它仍然不可逆转地消失了，梅博士也一样。我只是受到了命运的眷顾，凭借数据的形式暂时还活着而已。那么这个话题就到此为止吧。伤感于过去，无助于人们迈向未来。尤其是根据我现在新了解到的情报，如果各位还想反抗乃至颠覆此事的圣痕计划，那么理智律者的力量就是其中堪称基石的一环。理智律者是基石？没错，不过这一点说来话长，而总是在这些很难被形容为美好的记忆里对话也并无好处。就让我对你们身处的空间再多做一点手脚吧。你做的所谓手脚，把 Kiana 和雅伊带去了哪里？我根据你们每个人的律者核心，定制了不同的逃脱路径。相信我，这是更有效率的做法。别误会，这不是说你们谁拖累了谁，只是羽兔已经盯上了理智律者的全能，所以我需要布置一些更有针对性的应对方式。羽兔，你怎么这么了解他的情况？这一点确实很不可思议。从结论上来说，他灵活利用了圣痕的某些功能，让我的演算系统侥幸转录出世界炮继续存在。由于这并非数据的简单复制，因此我可以相信，此刻的我与之前和梅博士在一起的我是同一人物，并不是原型和复制品那样的关系。所以，羽兔算是你的救命恩人。由于我没有向他报恩的想法，因此你的这一描述并不准确。而站在他的角度上说，我也是所谓新人类的一员，和你们一样，享有任意行动的自由。Bronya 并不认为科学家会赋予玩迷宫游戏的小白鼠什么自由。好吧，我明白你的这种感受。确实，效率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我承认自己有些急于求成，所以接下来就暂时让他们回到你的身边吧，理智律者。雅伊 ，Bronya， 还好，大家看起来都没事。所以，你怎么在这里，普罗米修斯？如果你们知道这里究竟是什么地方，那么这个问题的答案也将显而易见。显而易见吗？既然你在刚才那段话的开头这样说过，那么 Bronya 反而有了一些猜想。这里虽是月球，却也是律者核心的内部。Bronya 猜对了吗？你的直觉相当出色。雨博士和我的那个世界炮类似，这里也是因为圣痕计划而临时重获了时间的场所。
但其诱因不是世界蛇，而是理智律者那不稳定的核心。可是，从布罗尼亚还有瓦尔特先生的经历来看，理智律者的核心可以说比其他任何律者的核心都要稳定。而如果说这其中的原因在于羽化，那么时之律者又成了一个例外。不，真正的原因恐怕是30万人的思想。30万人的思想，那不是构成理智律者的基石吗？没错，不过从羽兔的视角来看，那也正是这颗核心在圣痕计划的影响下越来越不稳定的根本原因。果然是这样啊。我刚才说过，人类最伟大的力量就是叙事，而无论理智律者还是圣痕计划，他们在本质上也都是故事。当故事强大的时候，它就具备重塑世界的力量；当故事被解构的时候，它也往往会沦为废纸一张。但就算你这样说，为什么理智律者和圣痕计划他们是故事？这太奇怪了。你觉得奇怪倒也在所难免，因为我有点嫌麻烦，所以又一次先把结论摆在了你们面前。唉，没关系，接下来我会从不同的层面帮你们好好梳理一下这个问题。如你们所知，理智律者的全能是构造，也就是凭空制造出原本需要极其复杂的流程才能生产的文明造物。因此，理智律者的上限其实是文明的可能性，也就是故事的极限，或者说叙事的极限。故事的极限？这不是指那种漫无边际的夸夸其谈，而是言之有物，能够被人们真心实意相信的故事。道德是叙事，金钱是叙事，语言、习俗、审美，它们都是叙事，也都是故事。从刀耕火种的原始人开始，年复一年，人们不断将自己的叙事付诸实践，而这一切的结果就叫做文明。用梅博士自己的话来说，文明来自虚构，但它超越真实。理智律者的构造与描绘或许可以被称为来自虚构，但你说文明，它也来自虚构。当然，构成你们生活的每一种美好，它们或者来自人类的发明创造，或者来自人类的鉴赏感悟。没有人可以脱离人类的意志而空谈它们。可是，不也有所谓返璞归真的说法吗？森林公园里的度假酒店和原始人的洞穴可不是一回事，前者是一个比后者复杂无数倍的故事。文明总是从零到一，不断让原本只属于虚构的事物降临于世。人类只靠自己的双手和大脑就创造了他们的一切，而使他们做到这一点的机制，同样还是故事。你是指文明的传承？没错，从最初的英雄传说，到黑板上的字母和公式，再到电子存储器中的加密数据，它们都是一种叙事，都创造了自己的故事。人们在故事中玩耍，从故事中学习，用故事将彼此不同的个体团结在一起。所以进一步说，人类是一种属于故事的动物，而叙事也是人类改造世界的根本途径。过去的学者将这种故事和叙事称为理性，这就是作为构造的律者，你以理而冠名的由来。而恰巧，作为第3任理智律者，普罗尼亚的道路也充满了故事传承的色彩。可如果你所说的故事强调着这些侧面，那圣痕计划又是什么情况？圣
圣痕计划是故事的故事，它既由故事制造而出，又同时支配着一切故事。如果直接套用另一位博士喜欢的说法，它是自为存在的绝对理念，是概念本身的无限。而用我自己的话来解释，圣痕计划是随着文明的螺旋上升而出现的一种反动，是叙事这一行为开始脱离母体自行存在的结果。是说故事脱离了人，开始讲述自己的故事吗？这个情况其实在人类诞生之初就已经存在，只是大家一般都意识不到而已。比如说，我强调过，在梅博士或者我看来，无论英雄史诗还是电脑程序，它们都是一种叙事，也都是一个故事。那么，以电脑中程序和数据互相等价的事实为例，我们似乎也可以说，人的心灵本身，那张由神经元编织而成的巨网，它也是一种叙事，构成了对每个人来说都独一无二的一个故事，他们的自我，或者说真我。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的文明原本就是以故事讲述故事的存在，它是一张由理念形成的巨网，而其中的每个单元，我们称之为人。那么，按你的说法，在我们的社会中，作为文明基石的故事单元，是独立、自由，能够自己为自己赋予意义的人。而在圣痕计划中，这种单元被解构、重组，被允许以任何形式存在，只要它仍然能支撑文明。到位的理解。对于人类和文明来说，这是他们从童年毕业的最可能方式。从童年毕业？类似的事情，在历史上其实已经发生过很多次了，不是吗？无论你们的历史，还是我们的历史，被人所编织的意义，无时无刻不作用于人类自身。总有人为了信仰而生，为了信仰而死，也总有人为了金钱而生，为了金钱而死。这些决定生死的事物，无论信仰还是金钱，可都是人类自己的发明。而在更大的尺度上，我们也看到，社会的基石从偶像变成契约，产业的基石从自给自足变成供需关系，所有概念都越来越脱离个人。而其中所谓的个人品牌，它的中心词语也恰恰是虚构的品牌，不是作为自然实体的个人。与梅博士的思想相比，梅博士这个存在无关紧要。与律者为人类而战的事实相比，具体的律者是谁也并不重要。而对于传承了3代的理智律者来说，这个事实就更加显而易见。我是说，如果站在这里的人是乔伊斯或者杨，他们也一定会和布罗尼亚你一样，产生苦恼，想要反抗，不是吗？不要误会，我在这件事上并无偏见。在我看来，自然的人类和虚构的故事，正是世界命运的两面。人类会想要支配故事，而故事也总是想要支配人类。这原本是一个精妙的平衡，可以让作为果实的文明获得最为丰富的内涵。但当崩坏降临，中年高悬头顶，虚构对真实发起全面入侵，这个平衡也就随之被打破。无论人类还是故事，都需要重新寻找自身的位置。而各位律者与圣痕计划，就正处于这个矛盾的两端。一面是独立叙事，不需要文明存在的超能力者，一面是独立存在，
不需要由人叙事的万能故事。当然，万幸的是，这个矛盾并非不可调和。你想说，人之律者？是啊，想人之所想，行人之所行，这样的律者无疑仍然属于文明，属于需要不断创造虚构之物的人类。如果他们能够克服中焉，那这就是名为崩坏的矛盾所能迎来的最佳答案。那么，圣痕计划呢？用梅博士的语言来说，圣痕计划是标准答案。标准？是从中焉的意义上来说吗？不止，标准即是最差。人类难道没有对此司空见惯吗？故事为人类文明构造出了许多利在千秋的图景，但对于体验生活的每个个体来说，这一点往往并不成立。早期农民的生活质量其实低于猎人，而早期工人的生活质量更是远低于农民。虽说没有他们就没有标准意义上的文明社会，但在这批人生活于世的时候，可没有任何叙事让他们能够获得与付出相匹配的报偿。他们甚至还会被另一些叙事欺骗，认为自己活该吃苦。这就是人类文明的标准故事。人们主动或被动，有意或无意地让自己的生命融入他人虚构的意义，以这种消解自我的方式换取前进的力量。这种标准故事总是放任虚构的体系野蛮生长，毕竟历史一再证明，放任自流的确能最终帮助人们解放前一个故事所带来的束缚。但那种解放的代价也从来都非常高昂，从放火烧山到羊吃人，从自相残杀的战争到解构人类本身的圣痕计划，一代又一代。如果人类能被看作一个整体，那么他们常常在选择这种最差的答案，用虚构否定现实。但理智律者的精神毫无疑问是继承现实，这就是你所说的理智律者的力量是反抗圣痕计划的基石。如果我们仅止于虚构，那么你已经为这个话题做出了结论。但既然我们要面对现实，一些更微观的分析或许才是真正重要的环节。不过，我们已经原地不动地站在这里很长时间了。出于行动效率的考量，大家边走边说如何？布罗尼亚倒是无所谓，不过基安娜说不定已经站累了吧？啊，我也不是那么没有耐心的人啊。不过，普罗米修斯，你说的边走边说，是不是也包括我们之前看到的那些记忆？当然，毕竟你们之前的行动策略在本质上相当正确，只是效率有些低下。而我接下来要说的，正包含着优化它的那些原理。我从雨兔那里听说，布罗尼亚，你作为理智律者，拥有一颗分布式核心，它们的数量甚至可以拆分到30万左右，这应该确有其事。华尔特先生说，他们是当年柏林崩坏的牺牲者，是一座被毁灭的城市在世界上留下的最后残响。那就难怪你们面前的空间会是现在的这个样子了。对圣痕计划来说，在这个时代中最容易被解构的律者，恰恰是有可能会对他造成极大威胁的理智律者。而对于雨兔来说，他甚至不需要亲自参与这个过程，
只要在事情的开始阶段找到时机，向自动执行的圣痕计划暴露你的缺点便可。那么，这当中的最后一根稻草，就是我们和凯文之间的那场战斗。这场战斗进一步消耗了理智律者那原本就不再稳定的力量，也因此让他在更高的维度上被圣痕计划自动侵蚀，变得四分五裂。他残存的不动点被导入了这另一个因中烟灭世而诞生的微小世界泡，并反过来将你们困在当中。你们之前也已经知道，羽兔版本的圣痕计划会用梦境将普通人的意识相连，并利用这些意识作为砖瓦，构筑出一种纯属虚构的文明载体。对比理智律者的诞生，你们有没有一种熟悉的感觉？你难道是指瓦尔特乔伊斯？他……如果说圣痕计划会造就天神的亚当，那么你们的第一任理智律者，他无疑称得上是人类的亚当。虽然听到你这样去评论你自己并不了解的他，多少让我感到有些奇怪，但有一点确实如此。在柏林的崩坏事件爆发前，地球上并不存在后来被称为瓦尔特乔伊斯的这个意识。那名近乎于从无诞生的律者，因为偶然受到了某位牺牲者心智的影响，开始本能地收集其他牺牲者的思想。随着这些思想越来越丰富，他的律者核心也越来越趋于完整。没有人清楚他究竟做了什么，但所有人都知道，那无数的思想，那整个城市的残响，是人们对救世主的呼唤，是人们对崩坏的最后反抗。于是，那后来名为瓦尔特乔伊斯的男人从废墟中站起。他很清楚，他的脚下只有灰烬，但是他不甘心，他想要成为他们期待的救世主。他拼命地捡拾着心灵的碎片，他叫不出他们的名字，他不知道他们的经历，他知道这一切多半毫无意义，但他仍然拼尽全力为他们保留下最后的尊严，而这尊严也似乎幻化出了奇迹。蝴蝶跌落在他的指尖，他修好了蝴蝶的翅膀。世界的孩子就这样陷入了沉睡。而那个时候，他甚至还没有真正觉醒律者的力量。对我们的时代来说，这就是货真价实的奇迹。所以，人类的亚当，这个比喻并无不妥。从对他致以敬意的角度来说，并无不妥。但无论是救世主还是亚当，对他来说，也都不过是一种狭隘的比喻。在他短暂的人生中，他接触到了形形色色、有各种各样一技之长的同伴，这让他确信自己真正的力量反而源自普通。他认为自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世界的孩子，他是怀着这样的心情，不惜牺牲自己，也要从暴君的手中保护下周围的人们。他相信，即便自己的意识消散，理智律者的力量也会在一个又一个的普通人手中传承下去。我们不需要救世主，我们自己来拯救自己。他或许的确作为救世主诞生，但他的信念却超过了狭隘的救世主本身。律者是崩坏的使徒，但律者也可以成为人类的战士。不是魔鬼，不是天使，所有的律者都不过是普普通通的人类而已。谢谢你的解释，它让我充分了解了，在这个时代，理智律者的名字究竟意味着什么。但如果有朝一日，
这代表着理智律者的30万种思想成为了拯救世界的阻碍。第3任理智律者，你又会作何抉择呢？拯救世界的阻碍。我知道这是一个令人痛苦的假设，但理智律者的力量濒临瓦解，并且极易被圣痕计划控制，这也的确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事实。对个人来说，30万种思想或许非常庞杂，但对于将要囊括70亿人的圣痕计划来说，这不过是额外追加的30万份梦境而已。我没有任何不尊重历史的意思，我只是在陈述理智律者的这份力量在面对与其属性相似的圣痕计划时所面对的困境。而我之前将各位分开又再度聚拢的尝试，本身就说明理智律者的力量处于千疮百孔的状态，在圣痕计划的网中不幸屈居下位。普罗米修斯，你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通知我们而已吧？对啊，你之前不是说自己有什么规划吗？身为可以搭载到律者核心上构成神之剑的人工智能，我可以帮助布罗尼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理智律者核心的组织方式。你们也可以称之为拟似羽化，不是什么术语，只是我针对你的情况临时发明的词汇。拟似羽化，这种技术并不能与真正的羽化相提并论，请这样理解，它只不过能让你知晓圣痕计划究竟通过怎样的算法影响了那30万份思想。如果这能够为我们指明反击的方向，那么它本身的力量是否强大，或许并不重要。不过，虽然我们之间已经进行了非常深入的交流，但布罗尼亚仍不明白，普罗米修斯，你又是基于何种立场在帮助我们？毕竟，在我们上一次分别的时候，你并没有将自己对圣痕计划的这些理解告诉我们。还记得初次见面时我对你们的自我介绍吗？我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向你们灌输某种在当时还无法体会的理念，这并没有任何意义，反倒会给你们增加自乱阵脚的风险。而且，正如我刚才所说，即使我不出现在这里，你们也能凭自己的力量慢慢摸索到事情的真相。你并没有正面回答布罗尼亚的那个问题。那么，这样说如何？我再按照我的理解，继承梅博士的立场。布罗尼亚，对理智律者的核心来说，圣痕计划是一个来自外部的黑客，他劫持了核心中的30万种思想，使他们自然而然地失去原本的故事，成为圣痕计划的奴隶。而既然圣痕计划是一种梦，那么对你来说，最简便的补救方式当然是吵醒他们。当然，这句话的意思并不是说你需要亲自拿着一只喇叭在意识的碎片里大喊大叫。你应当做的是利用自己残存的律者力量，尽可能模仿出与圣痕计划使用同一套编码方式的逆向信号，并集中力量在局部实现压制。一旦我们使用这种方法，在某一点获得了突破，你们或许就可以大闹一场，最终一举撕裂困住你们的这张虚构之网。原来如此，以毒攻毒的战法吗？是的，当然，这样做也自有其代价。
我们无法保证那30万种思想本身在这个过程中不会受到伤害。为了将它们重新聚拢，你可能会永远的失去其中的某些部分。无妨，毕竟 Bronya 在之前就已经下了这样的决心。理智律者的核心传承至今，它的价值在于为人类战斗，而不是自顾自的存在于那里。既然在这个故事的开始，瓦尔特·乔伊斯就牺牲了自己，那么在属于 Bronya 的篇章里， Bronya 也绝对不会为了所谓的历史价值而投鼠忌器。很好，这样一来，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来到模仿信号这件事本身了。那么 Bronya Zaychek， 准备好，我会将自己能够理解的底层代码全部展示给你。代码？圣痕计划的源头是一项基因工程，更何况，所谓代码，原本就是人类所能够掌握的最强叙事工具。